我在 KL 的学车费用呢是2。拿到 license 的过后呢，我有不敢就是马上驾车，所以呢就是我就卡在那边很久一下。其实因为我约还要晚出去先。看到片头也知道，就是我在25岁这个时候呢去考车。为什么会在25岁？为什么不是17、18岁？是因为呢17、18岁呢是因为考完试过后就忙工作，然后呢忙着准备大学，就把这个考车这个事情呢放一边。然后呢陆陆续续从大学毕业过后呢，再到进入社会工作，发现到还没有需要这个驾照，直到我换了新工作。然后呢我的新工作火车是完全达不到的，只有巴士可以，巴士呢又是20到30分钟一趟，中间呢又会塞车那些，所以呢如果我需要去公司上班的话呢，我需要特别早起，通勤时间大概是1个小时半，整体来说会有一点影响到工作的质量。从我在 KL 的家搭 Grab 去到 Office 的话呢，大概是30到40分钟。Grab 如果过了早上8点过后呢，那个价格是非常的夸张的，所以我就是可以早起，差不多早上6、7点就要搭 Grab 去到公司。不管是我搭 Grab 或者是我搭火车，对我来讲都是蛮消耗的。即使我现在的公司呢是 practice 2 days work from office， 然后呢3 days work from home， 但是呢我的公司呢在12月就会回到了3 days work from office， 然后2 days work from home。自己亲身去体验过后呢，我觉得我需要一张驾照跟1辆车。另外一个我想要学车的原因呢是比较偏向心理层面，跟2025我想要攻克的一个自我成长的课题叫做主体性。主体性它主要的解释的就是你的自我思考、自主选择、自我意识的能力好不好，成熟的年龄去学习一个技巧去驾车的话，有没有办法就是可以加强我的自我驱动力，自己塑造自己的一种价值观啊，自己可以去迫使自己去选择一个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现在的生活方式就比较偏向工作，反而就是自我价值或者是自我成长这一方面好像有一点点减低了，就是希望可以通过我学会开车，我拿了驾照，看有没有办法在这一方面有加强。我不知道就是已经驾车很久的朋友有没有在这个方面有增强，就比如讲比较愿意去表达你自己，做决定的时候呢会相对来讲会比较快一点，拖延程度会比较低一点点。这个也是希望学驾车可以带给我的一个思考。现在呢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学车的过程呢跟费用。我是在 KL 学车的，不同的地区可能收费会不一样。我在 KL 的学车费用呢是2300，大概花了2个月拿到驾照。我是2月头报的名，然后2月头就去听文档跟考文档，在3月呢就是安排学车，然后 pre-test、trial， 4月呢才安排的考车这样子。大概是在4月的时候拿到的驾照。2300的费用呢就包括了听文档、考文档4堂课，第一堂课差不多是6个小时左右，因为第一堂课它就要带你走 RPK、RSM、LITA、On the Road， 一大堆就是基本上你Final Test 要考的4个重点。第2堂课的就是准备你的 Trial， 然后第3堂课就是 Trial。我不懂第3堂课它算不算是课，因为我当天我考完 Trial 我就回家了。第4堂课就是 Prepare for 你的 Final。我是非常建议大家把考来生的那一天排在你的第4堂课的下一天，这样子的话你的记忆也会很好。On the Road 要走哪一条路，LITA的时候呢，你的顺序是怎样的？我就不跟大家分享一整个过程，其实大家都是大同小异的。然后呢，大家也可以在小红书或者是 Instagram， 大家都会有分享。我在 KL 考车，我最大的感想呢，就是你必须要很主动 proactive 的去找教练，叫他给你排时间啊，安排课给你，安排 trial， 安排 final 给你。因为他一时间 handle 很多学员，你就必须要就是不断的去 catch up with 他。至于我学车了过后，是不是就马上在 KL 驾校？也不是，就是我到现在拿驾照为止大概是4个月了。我偶尔就会回来我的 hometown 驾车，然后呢，我在 KL 呢也有去约教练。拿到 license 的过后呢，我也不敢就是马上驾车，所以呢就是找人来教我开车。I know this sounds ridiculous, but 我是比较需要 systematic 一点学习的。I need like proper knowledge， so 我就在学开车，然后呢老师去上厕所，看到吗？呸！一堂课大概是200块左右。如果是需要在 KL 驾车，在 KL 也没有多的车子可以用，我是蛮推荐你可以去约教练，然后刚好有一个比较专业的人在旁边带着你这样子嘛。如果你想要花钱约教练的话，问看就是在那个地方有没有你认识的朋友啊，然后呢向他借车这样子。如果你们就是朋友也不太方便的话，不想要花钱找教练的话，那么就是回来hometown驾车。目前为止驾车的感受还不错。你会那个 U turn 吗？等一下。会。reverse R。Nice。I just realized 原来我开车是不喜欢听歌，可能是因为我还不熟的关系，所以呢我开车我是听歌的，就看 map。刚刚在驾车的时候呢就遇到了一个问题，那个问题是这样子，就是我要弯进去嘛，然后呢有一个人要出去，我还是要弯过去的，可是呢我就忘记了，我忘记是应该是我要先弯是吗？我就卡在那边很久一下，其实因为我还要弯出去先。那你知道他是让我，然后我就卡了差不多一个3分钟这样，我才玩进去。时
今天驾车犯了一个错误，记得。至于要不要买车，我觉得很大的原因就是 depends on 我的工作安排。等我的工作安排好了过后呢，我也会开始考虑买车了。I think 这就是我学车的一些分享给大家了。如果你想要在 KL 学车考车的话呢，然后你也不太懂要怎样安排的话呢，就是 like feel free to reach out to me, open to help. And that's all about my video.